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想知道阿桑奇的内心世界，或许我们能从这篇2007年的日志一窥究竟。从前，当一个人生活在群山包围的山谷里，山的另一边已是传说。这种情况，拯救世界是人人可以做到，也是拥有独立人格者的本能。你不需要为拥有这些高尚的本能辩护，这类属性是与生俱来，而你拥有的一系列属性造就了你，成为你。了解本质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。人天生具备某些不变的本能，这些本能是我们性格和行为的基础。只有当我们遵循自己的本能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。拯救世界是一个宏大的目标，但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都不一样。因此，在开始拯救世界之前，首先要明确自己心目中世界的含义。现代人见多识广，眼界开阔，但同时也容易感到迷茫和无力，因为他们看到的世界太大、太复杂，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。相比之下，祖先们生活在相对简单的世界，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，因为在他们的世界，拯救10个人就相当于拯救了世界的1/10人口。实现自我价值的难题在于，你眼中的世界太过辽阔，以至于你无法想象自己的行为能够产生有实质的影响。为了与世界进行有意义的互动，你必须通过避开所有全球性资讯，将你对世界的认知缩小到一个狭隘的范围，从而失去对更宏观事物的洞察力，或是开始认真地与现代世界观接轨。后一种道路可能很难找到，因为它只能通过创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想法或发明来实现。也许我已经找到了一条这样的路，也许其他人也找到了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避开他们无法改变的东西，同时积极参与到他们能够影响的部分，这可能是最佳的选择。不要担心何时行善，谁来定义善恶等等问题。只要遵循自己的本心去做，当你真正踏上忠于自我的道路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心流状态，每次醒来，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思路都会自然而然地浮现。我支持与我志同道合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道德模范，而是因为他们与我拥有相同的想法和追求。